这个女人是花楼头牌，拥有特殊体质，只要身体发热，全身都会开出樱花印记，因此吸引了无数绅士慕名前来。其实她身上的樱花印记是小时候遭到母亲虐待形成的。影片开始，女人叫朝雾，7岁时母亲去世，从而流落街头。身上泛起樱花的她被花魁看中，于是就被带了回去收养，开启了她悲惨的一生。长大后的朝雾人气颇高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只为目睹樱花开放。但朝雾明白，再多的甜言蜜语都是逢场作戏，她不会对任何人心动。这天，朝雾和姐妹上街，不料被拥挤的人群冲散。就在朝雾恍惚失措的时候，一个叫半次郎的布料工人走过来，抱起了她，还帮她找回了丢失的木屐，温柔地处理伤口。两人聊着聊着，朝雾竟然发现自己的木屐带子也是半次郎染的。向来走肾不走心的朝雾对半次郎突然动心了。朝雾回去后仍然想着半次郎，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头上的簪子丢了。于是他又独自去街上找发簪，却又再次遇到了半次郎。半次郎主动提出给他修理簪子，相约3天后来取簪子。可不料这天朝雾有事来晚了，急匆匆跑过去，发现半次郎已经走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朝雾看见了他，可下一秒却看到半次郎挽着一个女人的手离开，朝雾心痛极了。隔天晚上，朝雾在服侍客人景田时，却看见了半次郎，他深情地望向朝雾。朝雾虽然身在景田旁，但心却在半次郎那。占有欲极强的景田看出了端倪，于是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朝雾。半次郎想起身阻止，但被朝雾的姐妹拦下了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朝雾受辱。一番羞辱后，朝雾被折磨得昏了过去。醒来后，好姐妹告诉他，半次郎并没有享用身边的女人，而是告诉大家他有喜欢的人。听到这里，朝雾赶紧跑去小木屋寻找半次郎。半次郎把修好的发簪还给了他。此刻两人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，就地做起了广播体操。结束后，朝雾把童年经历告诉了半次郎，还说自己的梦想是当花魁上街游行。回去后，朝雾又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。可没过多久，之前侮辱朝雾的景田竟然要帮他赎身，还威胁半次郎要娶自己的表妹，不然染布生意就别想做了。两人找到机会见面，半次郎向朝雾承诺自己不会丢下他，同时告诉朝雾，其实前任花魁就是自己的姐姐，只是刚嫁给景田不到半年就去世了。半次郎一直觉得蹊跷，席间故意装出对风尘女的不屑，套出了景田的话。原来姐姐被他赎回去后，被他当成了讨好客户的工具，不堪折磨的姐姐得了狼病，就被景田丢在路边活活冻死了。听到这里，朝雾走了进来，景田拿出了赎身器，并告诉朝雾，赎他回去也只是为了服侍客人。就在景田准备再次侮辱朝雾时，半次郎恼羞成怒，杀死了他。朝雾让半次郎赶紧逃命，于是两个人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小木屋见面。这天晚上，半次郎带来了亲手缝制的花魁的街服饰，要帮他穿戴好了。朝雾开始了只有一个观众的意见，看着如此美丽的女子，半次郎再也忍不住了，于是两人再次互相争吵。可惜最后半次郎还是被抓住了，朝雾也被关进了监狱。在得知半次郎已经被斩首的消息后，朝雾调和自己，花楼里的姑娘都为他可惜，但其实朝雾比他的所有人都幸福。正如朝雾的姐妹所说，即使是昙花一现，总比不开花的人要好。朝雾一生虽然短暂，却是开尽了一生的风华。他真正的爱一人，也真正的被人爱。与其在暗无天日的花楼中度日如年，不如勇敢追求美好的爱情。好了，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